肖战33岁那句想回十几岁，为什么全网都接住了？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会突然开始想回到过去？我说的不是那种朋友圈里配张老照片，打个青春万岁的怀旧啊。我说的是，你某个加班到深夜，走出写字楼，抬头看见路灯的瞬间，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句，我要是能回到十几岁就好了。那种感觉，你有没有过？我想想啊，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有这种念头的时候，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因为我一直以为想回到过去是矫情，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事。宝子们，今天这期不聊八卦，咱们慢慢说哈。今天想跟你们聊的是藏在一句很普通的话背后，一整套关于时间，关于成年人，关于这个行业最不愿意被看见的东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最近有一位顶流，33岁，说了句话，大意是他年轻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大人总想回到十几岁，现在他慢慢明白了。这个人是肖战。这句话被很多人接住了。你注意啊，我用的词是接住，不是转发。转发是动手，接住是心里咯噔一下，然后觉得，这话怎么说到我心里去了？那第一层，咱们先看大家看到的是什么？表面上看，这好像就是一个明星的人生感慨吗？明星嘛，偶尔煽个情，发个感慨，很正常。但你想想看，如果只是普通的感慨，它不会破圈。真正让这句话有杀伤力的，不是青春真美好这种老掉牙的话，而是它戳中了一个特别具体的东西。长大以后，你会越来越像一个被规训过的人。十几岁的时候，输了就重来，尴尬了，也没人真的追着你算账。今天想当英雄，明天想躺平，情绪来得快，散得也快。那时候你觉得自己胆子大，可说白了，不是你真的更强，是你要承担的东西少。摔一跤，膝盖破点皮，第二天照样活蹦乱跳。成年人不一样，成年人做很多事，动作还没做，脑子已经先过了一遍，值不值？会不会被误解？出了事谁扛？明天还要不要上班？肖战替很多人讲出来的就是这个。他不是在卖惨，他是精准的。我说精准，是真的精准，描述了一种大家都有，但很难说清楚的感受。能把一种模糊的集体情绪说得这么准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我追这个圈子追了10年了，跟你讲，能在这个位置上说出让普通人咯噔一下的话的人，真的不多。好，说回这个事，这是你看到的第一层。现在咱们往下包。第二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。为什么偏偏是一个顶流说这句话，会引起这么大反应？很多人觉得明星有资源、有团队、有钱有名，年纪对他们应该是小问题吧。恰恰相反，这个行业最残酷的一点就在这儿，他一边把人捧到最高处，一边不停地提醒你，风一大，人也会晃。我得先说清楚，接下来我说的是行业机制的问题，不是哪个人的问题，你听完整再判断啊。对流量型的艺人来说，年龄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理概念，它是职业状态的一部分。你年轻的时候，外形、冲劲、话题度，那种说不清的神秘感，全都是能被迅速放大的优势。可是，顺着这个思路你想，到了30岁以后，行业对你的期待会悄悄地变形。以前大家看你，看的是新鲜、有活力，这人未来还长着呢。后来呢，慢慢变成看你稳不稳，还能不能打，有没有新东西。一张脸，一次采访，一个眼神，都可能被拿去解读。这个变化说白了就8个字，从看你有多少可能，变成看你还能保持多久。这就是娱乐行业特别现实的一面。他嘴上说欣赏成熟，手上却最爱消费年轻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最容易制造想象。年轻让人觉得未来还长，什么都有可能。这背后其实是一套商业逻辑在换挡。这个换挡，凭印象说啊，你别太当真，但我观察下来，往往就发生在一个人过了某个节点之后。我必须强调一句，这套审视是行业加在所有这个赛道的人身上的，是环境，不是肖战一个人的处境。
换谁站在那个位置上都会被这么打量。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这是这个行业的运行方式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事真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那再往下，第三层，真正的问题在哪儿？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矛盾。你想啊，观众现在越来越喜欢真实感，对吧？大家都受够了那种精心包装、滴水不漏的完美人设。可是同一个行业，它又一直在生产无瑕感，要求艺人永远精神饱满，永远体面，永远在线。你品，你细品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真实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得承认你会累，会犹豫，会变老。无瑕感又要求你永远别露破绽。一个人只要长期站在被围观的位置上，他就不可能真正无瑕。越是顶流，越容易被期待成一个模板，越被当成模板，就越容易在某个特别普通的瞬间，突然让人想起来，哎，他也是个人啊。而肖战这句想回10几岁，妙就妙在这儿。他做的事情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他主动把这个行业最不希望被看见的东西，代价拿出来给你看了。行业希望你升级，但不想让你升级的代价被看见。他偏偏承认了，我也会怕，我也会累，我也会怀念那个不用为一切负责的自己。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这是示弱，是脆弱。我不这么看，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高级。你想想看，在一个要求你永远完美的系统里，敢于展示复杂，展示疲惫，而且展示的这么有分寸，这么能引起共鸣，这不是脆弱，这是一种极强的表达能力。这是慢工出细活的东西，急不来的。说白了，他把行业眼里的负债变成了跟观众之间的情感资产。这一步走的是慢牛，不是短线。这就是他的 level。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啊，如果有错评论区指正，但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主动是真的选择，是很清醒的长期布局。好，最后一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其实包到这儿，你会发现这件事早就不只是关于肖战一个人了。所谓想回到10几岁，未必是真的想回去读书、考试、长青春痘，更可能是想回到一种心理状态，我可以失败，但我不必时时刻刻对全世界交代。成年人的难，不只是忙，是你每做一个选择，都像在签一份看不见的合同。你不再只为自己活，你要为工作、家庭、关系、形象、未来一笔一笔的埋单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什么都能是，年纪上来了，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最好别出错。这就是为什么打工人对这句话这么有代入感。普通人的初老，从来不是掉头发、发福这些表面症状，而是心态变了。以前敢裸辞，现在先忍着；以前敢跟世界较劲，现在先把情绪咽回去。人不是突然变怂的，是被生活一点一点训练成了更谨慎的样子。明星和普通人站在不同的舞台上，可面对的心理机制其实一模一样。那这里我给宝子们留一个能带走的知识点哈。咱们聊了半天流量艺人的年龄，我自己私下把这个现象叫做流量的年龄折旧。你了解了这个思路以后，再看类似的新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流量逻辑里，一个艺人的商业价值有一部分是绑定在年轻带来的想象空间上的。年轻的时候，你的每一个可能性都会被计入估值，过了某个节点，市场的注意力会从它还能成为什么，慢慢转向它还能维持多久。但这里我得补一句，这是最关键的，这个折旧只对纯靠流量，没有作品和实力托底的人才真正致命。一旦一个人开始用作品，用可信度，用可持续的表达去建立价值，这条曲线就不是往下走，而是换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有个可能有点争议的观点，流量演员其实常常被用比他们实力更苛刻的标准去审视。长得好不好看，我觉得根本不是重点，能不能在演的时候让观众心里动一下才是。所以下次你再看到什么某某还能红几年的讨论，你就知道该看什么了，别看年龄，看
看他有没有再往另一条轨道上走。会看这个，你就比很多吃瓜群众都懂行。行，说回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会开始想回到过去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不是他变弱了，是他终于看清了成年人世界里最贵的东西，不是钱，也不只是名气，而是那种不用立刻扛住一切的时刻越来越少了。年纪变大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发现自己越来越少有那种不计后果的勇气。可你换个角度想，真正的成熟也许根本不是把勇气丢掉，而是在你已经清清楚楚知道后果之后，依然愿意往前走一步。肖战这句话之所以让人记住，不是因为他怕老，而是因为他在最该维持完美的位置上选择了诚实。这种诚实值得被看见，懂他的人会懂。那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，到了一定年纪，一个人到底是更怕失去年轻，还是终于学会了跟时间和解？这个答案，我觉得不只属于肖战，属于每一个在生活里慢慢变谨慎的人。所以，你是哪一种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宝子们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见。